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小玉。我是小新，大家好。小新，我最近收到一条留言，看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怎么了？什么留言？有位同学说，他中文都学1年了，可还是觉得自己一点进步都没有。他说他都快坚持不下去了。哎，你别说，这种心情我太懂了。几乎每一个学语言的人都会撞上这么一段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今天就专门聊聊这个。明明学了很久，却感觉一点都没进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又能做点什么？如果你现在正好也卡在这种感觉里，那今天这一期你可一定要听到最后。小新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有的人明明每天都在学，却觉得自己在原地不动呢？这个问题特别好。我先说一句你可能不太相信的话，其实你不是没有进步，你只是看不到自己的进步。看不到自己的进步。对，我给你打个比方，你想象一下，种一棵竹子。竹子？对，竹子。你把种子种下去，每天浇水，每天照顾它。可是1个月过去了，地上什么都没有；2个月过去了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那这个人是不是会很灰心？当然会，他会想，我是不是白费力气了？这颗种子是不是根本就不会长？我懂了，就像那位同学一样。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那棵竹子其实一直在长，只不过它在往下长，长它的根。你在地上看不见，可是在地下面，它的根越扎越深。然后呢？然后有一天，它突然就从地里冒出来了，而且一冒出来，长得特别快，几天就长得很高很高。哇，所以前面那几个月它不是没长，是在长我们看不见的地方。没错，学语言就是这样。你现在觉得没进步，其实你的根一直在悄悄变深。这个比方太好了。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刚开始学的时候，你会说一句“你好，谢谢”，就特别开心，觉得自己好厉害。对，刚开始进步特别明显。可是学到后面，你会的越来越多，你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。以前听懂一个词，你就高兴半天，现在你听懂了一整句话，你却觉得这没什么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不是我们没进步，是我们的眼光变高了。对，你是在用今天的高标准去看今天的自己，所以你总觉得不够。可其实你已经比以前强了很多很多。还有别的原因吗？还有一个可能你没想到，你的大脑需要时间休息。休息。对，你学的东西不是马上就变成你的，它需要时间在你的脑子里慢慢长好。很多时候，你睡一觉或者休息几天再回来，反而突然就会了。所以那些没感觉的日子，可能正是大脑在悄悄整理。没错，所以你别因为几天没感觉就否定自己，你的大脑比你想的更努力。小新，说到这个，有个问题很多同学都问过我，他们说我总是记不住单词，今天背了，明天就忘，是不是我太笨了？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，我要大声地告诉你，忘记是完全正常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们的大脑本来就会忘。你不是笨，你只是一个正常的人。一个词你忘了，再记，再忘，再记，记忆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变深的。所以忘记不代表没进步。对，你每忘记，再记住一次，那个词就在你脑子里扎得更深一点。你以为你在原地，其实你每一次都在往前走。小新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种方法去看自己的进步？太对了，我想请正在听的你也想一想，进步不一定是学会一个新词，也不一定是记住一条新语法。那进步是什么呢？进步是你看一部中国电视剧，发现不看字幕也能懂一点了。进步是别人跟你说话，你不用先在脑子里翻译，就能直接反应过来了。进步是你以前不敢开口，
现在敢说一句了。这些都是进步。都是，而且是特别重要的进步，只是它们太小了，小到你自己都没有注意到。说到这个，我想起一个学生。你说，我有一个学生，复结了半年，特别着急，老觉得自己不行。有一天，他去买咖啡，店员问他要大杯还是小杯，他想都没想，就用中文回答了。然后呢？等他走出咖啡店，他才反应过来，刚才那句话他是直接用中文说的，根本没在脑子里翻译。他当时就特别激动，马上给我发消息。你看，这就是进步，而且是那种他自己都没想到的进步。对，所以很多时候进步早就发生了，只是我们太忙着着急，没看见它。我也想起一个学生，是个男生，他最大的烦恼就是听不懂。听力是很多人的难关。对，他跟我说，老师，我看书都看得懂，可是中国人一说话我就懵了，太快了。他练了好几个月，一直觉得没用，特别想放弃。后来呢？后来有一天，他在网上看一个中文的视频，看着看着，他突然发现，他没有看字幕，可是他全都听懂了。哇，他说，那一刻他差点哭出来。那几个月他以为白练了，其实他的耳朵早就慢慢习惯了，只是那个听懂的时刻来得很安静，他差一点就没等到。所以很多人不是不行，是差一点点就放弃了。对，我特别想跟正在听的你说，再坚持一下，你要等的那一天可能就在前面。这里我还想多说一句，很多同学的灰心其实不是因为学得慢，是因为老跟别人比。比如看到别人说的特别好，对，看到别人在视频里中文说的那么流利，就觉得我怎么这么差。可是你想想，你看不到他练了多久，吃了多少苦。我们只看到了别人最好的那个样子。没错，所以我想送你一句话，请你记住，别跟别人比，你只跟昨天的你比。昨天的你不敢开口，今天的你说了一句话，这就是进步。好，道理我们都明白了。那小新，如果一个人现在正好卡在这种感觉里，他具体可以做点什么呢？我有几个小方法，都很简单，今天就能用。太好了，快说。第一个方法，别老学新的，回头去复习旧的。复习旧的。对，很多人一觉得没进步，就拼命学更多新词。其实啊，这样反而更累，更没有成就感。你不如停一停，把以前学过的重新看一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会发现，以前觉得很难的东西，现在变简单了。这个变简单就是最直接的进步，你能亲眼看到。这个感觉一定很好。第二个方法，换一种你喜欢的内容来听。换内容。对，如果你学得很烦，很可能是因为你学的东西太无聊了。你可以找一些你真正感兴趣的，比如你喜欢做饭，就听中文的做饭视频；你喜欢足球，就看中文的足球节目。这样就不觉得是在学习了。对，你是在享受，顺便就学了。喜欢才能坚持，坚持才有进步。第三个方法呢？第三个方法，别只往脑子里装，要把它用出来。怎么用呢？很简单，你今天学了一个词，就试着用它，自己跟自己说一句话。你看到一只猫，就说这是一只可爱的猫。你在喝水，就说我现在有点渴。不用等别人，自己就能练。对，语言是用的，不是背的。你用的越多，它就越是你的。第四个方法是什么？第四个方法，给自己定一个特别小的目标，多小呢？小到你不可能做不到。比如，今天我只学一句话，就一句，就一句，这也太少了吧？哈哈，就是要少，因为很多人给自己定的目标太大了。今天要背50个词，结果做不到，就特别灰心，最后
干脆不学了。我懂了，小目标反而能坚持。对，今天一句，明天一句，1年下来就是300多句，而且每天做到，你心里都有一个小小的我做到了，这种感觉会一直推着你往前走。还有吗？还有一个，对很多人特别重要，别一个人学，找个人一起学。找个伙伴。对，可以是一个朋友，可以是一个学习群，也可以是我们。我们对啊，你每天来听我们的节目，就当是跟2个朋友聊天。一个人走很容易累，可是有人陪着你走，你就能走得更远。这话说得真暖。小新，还有同学说我也想坚持，可是我每天太忙了，真的没有时间，怎么办？这个我特别想回答。其实啊，你需要的不是很多时间，是每天一点点。一点点。对，哪怕你每天只有5分钟，在公交车上，在排队的时候，在睡觉以前，听一小段中文就够了。重要的不是时间长，是天天都有。对，学语言最怕的不是慢，是停。你慢一点没关系，只要别停，每天5分钟也比学3个小时，然后1个月都不碰强得多。这些方法都特别实在。小新，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？有，我想说，请你对自己好一点。对自己好一点。对，学语言是一件很长的事，它不是100米跑，是马拉松。你不用每天都进步，你也不用做到完美，你只要今天比昨天多懂了一点点就够了。一点点也是进步。对，而且你要相信，那些你看不见的进步一直在发生。就像那棵竹子，它的根正在悄悄变深，总有一天你会啪地一下长出来。说到这儿，我又想起开头那位同学了。那个想放弃的同学，对，我想跟他说，也跟正在听的你说，你没有原地不动，你只是在长根，再坚持一下下。下一次，当你又觉得我怎么没进步的时候，请你想起今天这期节目，然后告诉自己，我在长根，在悄悄变好。而且你不是一个人，我们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，一期一期的往前走。对，你只管来，我们一直都在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对你有一点点帮助，记得在下面告诉我们。我们下次再见。下次见，加油！